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帮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众议院关于中国问题听证会的5大要点，我们把它叫做全封了。我国媒体近日广泛关注了美国众议院的几个专业委员会在1天之内提出的11项反华提案的事情。这只是在美国共和党赢得了众议院的中期选举，并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中国委员会，专门进行反华活动之后的各种表演的开端。最近几天众议院的议员不分党派都在大肆的利用疯狂的反华行为为自己拉选票。3月1号，美国众议院中国委员会召开了第1次中国问题听证会，为这个委员会未来的工作内容设定了一个基本框架。在这一场听证会上，那些反华议员们的行为是更加的疯狂和不可理喻。香港亚洲时报刊登了美国塔夫茨大学中美关系专家迈克尔·贝克利在旁听了这一场听证会之后总结的5个要点，值得我们中国的网友们看一看。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迎接未来中美关系的暴风骤雨。第一，这些议员们明确地表示，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过去。从1972年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里程碑式的访问开始，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都是接触。但美国众议院这个中国委员会的成员普遍认为，这一项政策现在已经过时，对华政策要么是彻底的遏制，要么是更有力的竞争。这些政策包括在技术和经济利益上的选择性的脱钩，以及在对抗中国军事力量和防止中国进行所谓的征服东亚的行动方面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这个委员会希望为长期而不仅仅是近期制定一条路线。总的想法是，美国未来10年的政策可能决定整个世纪的美中关系。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在开场白中说，这是一场关乎21世纪的生死之争。第二，重新定义了中美之争。这个极端反华的中国委员会表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问题不能归结为在几个问题上的分歧，而是2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观之间的斗争。为了改变美国公众的观念，他们认为美国公众需要接受教育、投资和动员。听证会还特意找了一个因为在中国支持民主运动而入狱2年的华人发表证词，以联合美国2党共同推动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第三，这些议员们试图证明他们对抗的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可以说，这种把中国政府和人民分开的想法蠢得让人无语。难道美国对华禁运半导体技术是为了反对中国政府，而不是反对中国人民吗？你们难道指望中国的老百姓支持你们吗？这个委员会一边把中美之争定义为民主和专制之争，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不应该被认为是西方和亚洲文明的冲突。这是因为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官员在新冠病毒起源上对中国抹黑，导致美国内部掀起了反亚浪潮，其实是反华浪潮。而且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的间谍指控更加助长了反华浪潮。现在这个委员会还想把锅甩给中国政府，说造成中美民众对立的原因在中方。第四，这个委员会将在3个方面重塑美国的对华政策：台湾、经济竞争和人权。台湾问题自不必说了，他们强调美国需要动员力量以应对与中国武统台湾的可能性。在听证会上美国政府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声称，未来2年将是一个特别危险的时期，美国必须提前部署军备。在经济竞争方面，他们指责中国通过不公平的补贴和企业间谍活动，使全球贸易对中国有利。为了提高美国的竞争力，他们建议扩大对华出口管制和税收改革，以提高美国产品的竞争力。同时要在经济方面与中国进行战略脱钩，鼓励美国企业剥离中国业务，并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运营。在人权方面，
这个委员会明确地表示，人权应该成为美国未来对华政策的核心。听证会反复强调，这不仅仅是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分歧，而是价值观的冲突。第五，中国的回应十分样板化。中国外交部在声明中呢，批判了美国的冷战思维，但是这种回应呢，对美国的这些政客们没有任何作用。总而言之，美国众议院中国委员会的这一场开幕大秀，是美国政界几十年来反华糟粕的大集合。一群被种族主义和冷战思维占据头脑的政客，完全把持了美国众议院，这是美国政界集体堕落的标志。他们所做出的与客观世界的相背离的决策，一定会将美国带进死胡同。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